监督爷爷吃药吃饭的责任就交给你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愁眉苦脸的。来，笑一个给姐姐看看。楚天赐泪眼朦胧地望着他，对他绽开一个勉强的笑脸。乖，赶紧回去睡觉，明日还要上学堂呢。东方玄烨静静地守在一旁，其实他早就断定他不是奸细了，不是吗？今日只是得到证实罢了。王爷，小女子有一事相求，不知您能否答应啊？东方玄烨岂能不明白他的意思，假装好奇地问道：你有何事，不妨直说。王爷，小女子想借王爷您一用，小女子保证只是借用一下您和易大人，绝不会磕碰损坏，保证让您毫发无损。东方玄烨被他利用，心中暗戳戳的高兴。哼，本王为何要借给你用？对本王有何好处？长欢伸着纤纤玉手，横竖比划着，振振有词。王爷，难道您不记得了吗？我们一起躺过棺材板，那可是过死的交情啊。常言道，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我们一起躺过棺材板，那可是万年才能修来的缘分。再说我救您一命，您帮我一场，这不是应该的吗？还有什么好处啊？王爷，您做人不能只讲好处啊。这个理由竟让本王无法反驳。你若能和本王一起葬进本王家祖坟，我俩缘分岂不更深？要不你先考虑一下。一起葬进他家祖坟，那不是得先嫁给他吗？这个问题吧，有点复杂，咱们先不讨论。王爷，您只需带着侍卫陪我进去晃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就行。我要教训教训那群小人，顺便拿回娘留给我的财产。哼，不行，这样做有损本王声誉，赔本的买卖，本王向来不做。要不，整金减去1000两银子？才1000两，你打发叫花子呢？5000两？太少了。8000两？还不够本王塞牙缝的。10000两，不能再多了，估计您这牙缝塞进去1万块砖头也够了。哼，你可真抠，勉强成交吧。大舅子，你放心啊，我楚成渊在京城混了这么多年，不是白混的，认识的官员不知凡几，帮你从广陵县调回来，易如反掌，你就放心吧。相公，这句话你都说过多少次了？兄长已在广陵县待了2年多，也没见你帮他调回来。你懂什么？如今上头病重，叶王爷也不好，也不知那个位置将会传给谁。总之你怎么说都有理，却苦了兄长。实在不行，咱们花点钱去求一求叶王爷也行啊。叶王爷一手遮天，权力比那位还大，且与老太爷的关系也不错。妹夫，有一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不知是不是真的。我在广陵县都听说了，据说你那个痴傻女儿为叶王陪葬，却在陪葬夜死而复活，性情大变，被厉鬼附身了。后来你是怎么处理的？这种家丑应在扬出去前就被控制住，你怎能如此大意？一个傻女，死不足惜呀。陪葬夜那日，她的确死而复活，跑了回来。本来我想神不知鬼不觉处死她算了，免得给家族丢脸。哪知道老头子带着病跑来，以死相逼，非要护着他。为了老头子，我不得已留了他一命。可万万没想到，他不但殴打妹妹家仆，还跑到叶王府装神弄鬼，自称什么神医，招摇撞骗，骗取叶王钱财。叶王也是病急乱投医，竟信了他的鬼话。我思前想后，此事若传到宫中那位耳中，让他去宫里治病，万一治出个好歹来，楚家可就完了。我一气之下，便将他逐出了家门，与他断绝父女关系。
孙从安边听边频频点头。原来如此啊，是这么个道理，哪有一个傻子死而复活变天才的道理啊？除非被鬼附身了。楚长欢，竟然是楚长欢！贱人，你还有胆子回来送死？旺财，赶紧将孽障给我拿下，直接拖到院子里杖毙，动作要快一些。本夫人还没去找你，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怨不得别人。楚若蝶，你个狗杂种，你不但辱骂爷爷目无尊长，忤逆不孝，还将他差点活活气死。我今日便替爷爷教训教训你，教你如何做人。说罢，手上猛一使劲，一下子便将楚若蝶拽得翻倒在地。爹娘，救命啊！救命啊！女儿要痛死了，要死了！楚长欢，你又发什么疯？楚若雪被踹得扑倒在地。爹娘，难道你们就看着他发疯胡闹吗？老爷，可怜若蝶还是个孩子呀！哎呀，您怎么不说话？您倒是说话呀！哎呀，您赶紧让人抓住这个孽障，将他杖毙呀！旺财，带人抓住他，拖出去杖毙。若不见他打死，你便自尽谢罪。今日楚将军府可真够热闹的，令本王大开眼界呢。正在此时，一个低沉好听、满是嘲讽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楚承运拜见叶王爷，叶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广陵县县令孙从安和犬子孙伯然拜见叶王爷。王爷救命！您可要为我做主啊！楚长欢发狂殴打我，我快被他给打死了。楚司爷，本王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楚府家门不幸，出了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女，让王爷您笑话了。待会儿下官要执行家法将她处死，还请王爷见谅。哦，楚司爷，你说的逆女是谁？不会是让本王起死回生的那位楚大夫吧？听闻他为本王治病，你看不过眼，便将他逐出家门。楚司爷，你是对本王有意见，希望本王早点死吗？下官不敢。逆女死而复生后，时不时狂性大发，不但欺凌亲妹家奴，且顶撞父母，忤逆不道。更可恨的是，他还花言巧语蒙蔽王爷，处心积虑骗取您的钱财，还请王爷不要顾及楚将军府颜面，将他逐出王府。哼，楚司爷，你是在教本王如何做人吗？下官不敢。王爷您有所不知，今日2个小女前去贵府看望他，竟被他无故殴打，现在变本加厉，竟跑上门来打他。哎呀，王爷呀，您不能因他住在您府上就包庇纵容他呀，您要为小女若蝶做主呀！哎呀，楚大夫，到本王这边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给大家说清楚，否则别人还以为本王护短包庇你。本王是那样的人吗？敢问王爷，辱骂祖父老不死，诅咒祖父早死，在祖父病重期间故意用言语刺激导致祖父吐血昏倒，差点病逝，敢问这些属于忤逆不孝之罪吗？当然属于忤逆不孝之罪，且情况严重，性质恶劣。王爷，这个傻子在撒谎，他在欺骗王爷。我没有辱骂祖父老不死，没有诅咒祖父早死，更没有在祖父病重期间故意用言语刺激他。小女子冤枉啊，王爷！王爷，这个傻子自从死而复活后，性情大变，喜怒无常，时不时发狂呀！不但殴打妹妹，且谎话连篇。您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呀，王爷！你们急什么？先让楚大夫把话说完，有没有忤逆犯不孝之罪，本王自有公断。敢问王爷，本朝对忤逆不孝之人如何处置？
本朝对忤逆不孝者惩罚严格，乃是十恶不赦之大罪。只要父母到官府状告子女，一旦罪名成立，轻者杖毙，轻则发配充军，严重者砍头示众极刑。若你所说情况属实，杖毙是少不了的。王爷，我没有做过那些事，都是这个傻子污蔑的，还请王爷为我做主啊！楚长欢，你处心积虑污蔑蝶儿，不就是因为你被逐出楚家，怀恨在心，想要报复吗？你说的那些可有证据？若是拿不出证据，请王爷治楚长欢污蔑之罪。易大人，你当时也在场，麻烦你来给大家做个人证，请你告诉他们，我刚才说的是否属实？当时若蝶姑娘辱骂楚老将军之事，在下确实听到了，楚大夫并未撒谎。不可能，你撒谎！你们串通一气撒谎，若蝶还是个孩子，这让她以后该如何嫁人呀？老爷，使不得呀！蝶儿还是个孩子呀！楚承运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举起铁棍狠狠地打向楚若蝶的腰臀。你这个孽障，竟敢背着我做出此等忤逆之事，我今天便以家法处置，让你长长记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对你祖父忤逆不孝。爹爹饶命，都是娘和姐姐教我做的，求你不要再打我了。随即声音渐弱，然后戛然而止。楚若蝶已是受不住疼痛，晕死过去。王爷，小女忤逆不孝，下官以家法管教，子不教父之过，是下官管教不严，让王爷您费心了。王爷，还有一事，请王爷一定要为小女子做主啊！你还有什么委屈，不妨直说，本王定会秉公处理，绝不偏袒任何一方。王爷，因我为您治病，这位楚大人非说我招摇撞骗，败坏家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逐出家门，不让我带走一针一线。如今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遭到世人耻笑。然则，我听我的丫鬟丁香说过，我娘去世前曾留给我20万两银子的嫁妆和10万两银子的首饰，都被这恶毒的孙姨娘抢了去。这些本是属于我的东西，还请王爷为我做主要回来，否则我娘看到她女儿受恶人欺负，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王爷，你可要为小女子做主啊！你娘留给你不过2万两银子，哪有30万两？整个长安城，就算富豪嫁女儿，最多也不过3、5万两白银。楚长欢，你休要胡说八道，信口开河！王爷，您看区区一个姨娘，当着王爷您的面，也敢爬到我这个嫡女头上作威作福，欺上瞒下。若是您不在，还不知道她会如何欺负我呢。听说上次我为您陪葬，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可怜我娘留给我的30万两银子，就这么被这个恶毒的姨娘给吞了。王爷，你可一定要为小女子做主啊！楚承运愤怒地瞪着他，长欢的娘去世前的确给他留了一些嫁妆，大概2万两银子。楚长欢，你是说你上次为本王陪葬，其实不是病死的，而是被他们害死的？这件事若报给皇上，可是欺君大罪啊，是绝不能胡说的。你胡说！你明明是病死的，不是被我们勒死的。王爷明鉴，他之前的确是病死的，您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呀。楚大夫，你听谁说的？可有证据？王爷，这事是楚若蝶去王府时亲口告诉我的，怎会有假？王爷，下官以项上人头发誓，楚长欢上次的确是病死的。对了，下官终于记起来，他娘去世前确实给他留了30万两银子的嫁妆，下官明日一早便派人送到王府，辛苦王爷您转交给他。老爷，怎么能给他那么多银子？我们生活怎么办呀？你给我闭嘴！
头发长见识短的臭婆娘，今晚将银子归拢一下，明日一早派人送到叶王府，交到叶王爷手中，快去。既然楚思业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本王便不再多管闲事。楚老将军乃国之栋梁，曾为我朝出生入死贡献巨大，就连皇上也要礼让3分，还请楚思业对楚老将军客气一些，该尽的孝道还是要尽的，该伺候的时候还是要伺候的，免得被人揪住错处，自毁前程。一初，明早你负责帮楚大夫清点银子，点完交给他即可。楚大夫陪本王走了，本王罚了。是。谢谢王爷为小女子做主，王爷真是清正严明，英明神武，我辈楷模。一出嘴角抽了抽，暗戳戳的道：明明偏袒你偏袒的那么明显，只要不瞎都能看出来。是，下官谨记王爷教导，明日一早便将银两送去。王爷今日帮我出气，并夺回财产，谢谢你了。东方玄烨对他挑了挑眉，一脸戏谑：你打算如何谢本王？以身相许如何？常欢对上那双深邃的桃花眼，感到心跳都漏了半拍，慌忙转移话题：那个王爷，我好困呢，今天可累死我了，若每天都这么累，非得猝死不可。刚才伶牙俐齿不是挺精神的吗？怎么现在蔫了？不知何时头一歪，竟靠在东方玄烨的肩膀睡着了。王爷到家了。马车驶到大雁湖边，绕着大雁湖一直走，不要停。夜幕中，一辆豪华的马车绕着大雁湖走了一圈又一圈。睡觉也这么不老实啊，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你昨夜不回房间睡觉，竟在这里转了一夜的圈圈，你身体还没恢复，万一冻病了怎么办？你这癖好不是一般的独特啊。他这是在关心他吗？东方玄烨心中欢喜，伸出长臂，一把将他揽入自己的怀中。还不是你昨夜在马车上睡着，本王担心将你吵醒。你以为本王愿意睡在这里吗？你睡觉那么不老实，流口水磨牙打呼噜还说梦话，吵得本王一夜没睡好。你才流口水磨牙打呼噜说梦话呢，我求你睡在这儿了，你为何不叫醒我？害得我一夜没睡好，脖子痛的都快直不起来了，难受死我了。本王胳膊都快被你压断了，本王也没有说你什么呀。谁让你长胳膊长腿大马猴似的，整个马车都被你占了一大半，害得我翻身都困难。你竟敢骂本王是大马猴？瞧你那长胳膊长腿的，我又没说错。本王都没嫌你长得矮，你竟然嫌弃本王长得高。我长得矮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东方玄烨沉默了。王爷，这里是何处？景色真不错呢。湖对面便是王府，看到那座黄色琉璃瓦殿宇了吗？我怎么感觉这里这么熟悉呢？原来，难道这儿也王府的一部分？这片湖泊名为大雁湖，乃是王府的一部分，包括后面那座小山。那片花，是不是芙蓉花？好美啊！王爷，我能过去参观一下吗？东方玄烨笑望着他，点了点头，自然而然地牵起他的小手。此处路滑，本王扶着你点。当常欢和东方玄烨回到寝殿时，又是半个时辰后了。王爷，我终于能买宅院开医馆了，我好开心啊！我终于可以搬出去了。东方玄烨望着他兴高采烈的模样，且不由垮了脸。他就这么想搬出去住吗？楚大夫，早啊。兰州公子早啊。仙儿姑娘今天没有过来。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啊。如果是秘密，那你还是别说了，省得传出去说我泄了密。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他前几日来叶哥这里，晚上便和爹娘说此生非叶哥不嫁，非要我爹派媒人上门提亲，将她嫁给叶哥。我爹给气得够呛，我爹一生气
就将我妹给禁足了。这门亲事不是挺好的吗？在你们古代，表亲亲上加亲，又是青梅竹马，你爹为啥不同意？难道是嫌弃病娇？王爷重度残疾，你放1万个心，我肯定会将他治好的。楚大夫，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叶哥前后说过几门亲事，姑娘们未过门都莫名其妙暴毙。世人都说他克父克母克妻克子，乃是灾星转世，是个鳏寡孤独命。后来便再也无人敢为他说亲了。皇上曾想再为他说一门亲事，你猜怎么着？怎么着？那位大臣见皇上要将他女儿许配给叶哥，把他给急的呀，在朝堂上大哭大闹，说皇上若将他的宝贝女儿许配给叶哥，便当场撞柱子寻死算了。皇上一听也气得够呛啊，说一定要定下这门亲事。结果那位大臣一头撞向柱子，要不是别人拉着，估计早就一头撞死了。后来啊，皇上再也不敢给叶哥指婚了。这家伙不去说书可惜了。唉，叶哥后来中毒身亡，恰好你爹楚大人说你也病亡，特意请求皇上让你为叶哥陪葬。皇上怜悯叶哥一人黄泉路上孤苦伶仃，便答应了楚大人的请求。叶哥这才好不容易有了个陪葬妻，也就是你啊。其实凭我叶哥的权势地位，哪怕他名声不怎么好，仍然有无数女子千方百计想要嫁给他，成为他的王妃。他只是未遇到良人罢了。沈兰舟话题适时的一转。对了，你俩乃是皇上金口玉言指的婚，你们打算何时补办婚礼啊？补办婚礼？皇上金口玉言指婚的不是我为他陪葬吗？我和他都没事，这阴婚便算不得数。再说我爷爷已经帮我取消这门姻亲，以后我和他各不相干。你一定是担心我叶哥鳏寡孤独之命连累你是吧？我懂的，我都懂的。我不是，我没有，沈公子，您今天过来是来找王爷的吧？哎呀，刚才和你说话差点将正事给忘了。我今日来确实找叶哥有事儿。那你赶紧去忙吧，别耽误你的正事啊。楚大夫，在下有个不情之请，不知你能否答应啊？沈公子有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我有位好友生病一直不好，不知能否请您过去替他瞧瞧。什么朋友？在哪里？是男是女？不过你也知道，我现在为王爷治病不太方便，不知能否走得开。是个女孩子，住在群芳阁，离这里并不远，不会用你太长时间的。你只需过去看看她，为她开服药方就行，诊费我来承担。群芳阁？那是什么地方？就是长安城最有名的青楼。啥？青楼？老实交代，你说的那个女子是不是你的红颜知己？算是吧，她是个好姑娘，和别的女子不同。哎呀，我懂的。正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哪个少年不怀春？更何况是你这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大才子呢？你不会把人家姑娘给霍霍了吧？不是的，子怡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她只卖艺不卖身。咱们什么时候去？为你的红颜知己看完病，你得请我好好的逛一逛群芳阁，我不要枕巾。对了，沈兄，记得帮我备套男装哦，我要女扮男装逛青楼，古代最有名的青楼啊，或是想一想都让人激动。小姐，你怎么变成了男人？乖，叫我公子。妙啊！楚兄打扮起来真乃雌雄莫辨，让为兄自愧不如。不错，衣裳穿着很合身，拿着扇子还真像个弱冠美少年。沈兄，请。楚兄，请。我带你家公子去逛一逛，你且回去，
等我陪她逛街完，便将她送回来。小姐，你千万别被人拐跑了呀！乖，你先回去，本公子不会有事的。楚兄，这便是群芳阁了，一会儿你跟着我就行。你要不说这是青楼，我肯定以为是皇宫。这老板大手笔啊，青楼见得比皇宫还要气派。谁说不是呢？这群芳阁在大荣国乃至整个神州大陆啊，都相当有名气。整个神州大陆的文人骚客、江湖侠客、商人巨贾，乃至皇族贵胄，平生都要来这里见见世面。要知道，群芳阁的美女可是出了名的，不但容貌绝佳，且才艺双绝，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舞蹈戏曲无所不能啊，简直就是仙女一般的存在。不是陪他去买东西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还人呢？禀告王爷，只是属下回来了，楚大夫他尚未回来。不是让你一直跟着他保护他吗？你怎么能丢下他自己跑回来？万一遇到歹人如何是好？王爷，楚大夫出府后便和沈公子在一起，楚大夫换上男装，然后他们一起去了群芳阁。属下亲眼看见他们进去，等了半个时辰都没出来，属下只好先回来向您禀告，要不属下现在去一趟群芳阁。东方玄烨闻言脸色一沉，腾地站起身，胸中醋意翻腾，从牙缝里狠狠挤出了几个字：沈兰舟，你等着。沈公子，对不住了，谁让你诱拐良家少女去逛青楼的？确实过分了。为本王更衣，本王要去一趟群芳阁。王爷，您身体还未痊愈，还是属下去一趟吧。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还不快一点？是。紫衣姑娘身体好些了吗？本公子今日想见见她。沈公子，你乃是群芳阁的常客，是知道群芳阁规矩的。紫衣姑娘乃群芳阁18位花魁之首，只有每月最后一日表演霓裳羽衣舞时，客人才会有机会一睹她的芳容。那日表演结束之后，她会在所有想见她的客人之中挑选出4位幸运客人单独见面，每人见面的时间为半个时辰。她平时并不见客，也不是客人想见就能见的。您不是有幸被她选中过2次吗？今日才到18日，离紫衣姑娘表演还有许多时日。不过下次表演在预定首日名额便已售罄，你能早点过来就好了。记得下次要在预定首日过来抢名额，否则是抢不到的。2位美人小姐姐，请问紫衣姑娘的表演费是多少？和她见面还需另外交费吗？每月除了最后一日，她都不接待客人吗？这位小公子人俊嘴甜，姐姐真是太喜欢你了。一定是第一次光临我们群芳阁吧？群芳阁所有服务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其中以18位花魁身价为最，又有以花魁之首的紫衣姑娘身价最高。她每月表演1次，共有800个观看名额，每个名额售价2000两白银。若想表演结束后与她见面，需另外预交660两白银，只有被她选中见面的客人才会退回预交费用。这位花魁之首的姐姐，想必是个天蝎一样的美人，定是才貌双全，举世无双，美得惊天地泣鬼神，说的我呀也心痒难耐呢，好想一睹她的绝世风采啊。谁说不是呢？若小公子愿意花上10万两白银，说不定紫衣姑娘一高兴便见了您呢。她今日恰好在这边。沈兄，你说怎么办？你想要为人家治病，还得放点血才行。我是个穷鬼啊，你可别指望我。你今日带够银子了吗？不过，就算你带够银子了，人家约不约见你，还得看人家的心情，这可就有点难办了。搞不好银子就打了水漂完。沈兰舟立刻会意，从袖子里掏出一沓银票及一封信。2位姑娘，这是10万两打赏银及在下写给紫衣姑娘的一封信，
樊景将打赏报给他时，连同这封信一并交给他。若他愿见在下，便樊景前来告知；若他不愿相见，在下便就此离去，劳烦2位姑娘。公子您稍等，小女子这就为您通报。一盏茶的功夫后，恭喜沈公子，贺喜沈公子，紫衣姑娘决定和你们见面，请跟我来。奴家云霓裳拜见沈公子。原来姑娘便是18花魁排名第2的云霓裳，果然名不虚传，幸会幸会。多谢沈公子夸奖，小女子不甚荣幸。请问紫衣姑娘身体可好？小生能否一见？紫衣姐姐身体不大好，她想见见您推荐的大夫。难道这位小公子便是您说的楚大夫？年纪这么小，能治病吗？在下便是楚大夫，是沈公子请在下来为紫衣姑娘治病的。请问紫衣姑娘在哪儿？能否让我们见上一面？沈公子十分关心她，想亲眼看看她是否安好。紫衣姐姐病得有些厉害，并未梳妆打扮，其他人不便相见。楚大夫，您请进。沈公子，我们去喝喝茶，聊聊天，可好？沈兄，那我先进去为紫衣姑娘治病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看看她的。别忘了，等我出来后，找几个美人请我去喝花酒。想必仙女姐姐就是紫衣姑娘吧？在下乃是沈兰州沈公子请来为你治病的楚大夫。你平时都有哪些症状？可有哪里不舒服？楚大夫请坐。如此，便麻烦你了。楚大夫，若我喜欢上你了怎么办？你娶了我，如何？姐姐，我其实也是女人，我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若我是个男子，那你愿意嫁给我吗？姐姐，你开什么玩笑？你长得这么美，怎么可能是男人呢？看在你这么讨人喜欢的份上，我就不为难你了。不过，我是真心想和你交朋友，你不会嫌弃我吧？听闻你医术了得，能令夜王起死回生，也请你帮我把把脉，看看我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长欢暗暗松了一口气，仔细为他把脉。一把之下，长欢吃了一惊，这明明是个男人的脉象啊！楚长欢，你若敢把我的秘密抖出去，我便杀了你，用你的血泡酒喝。美人姐姐，你说什么呀？你的什么秘密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别装蒜了，刚才你的表情早已泄露了你内心的想法，你当我傻吗？你堂堂神医，说是通过把脉连对方是男是女的分辨不出来，你也不配拥有神医称呼了。美人姐姐，你是男是女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你呢？还是死人更让人放心？算了，还是杀了你吧，免得夜长梦多。美人姐姐，你也是知道的，我如今被渣爹逐出家门，无家可归，寄住在叶王府为叶王治病。因我医术了得，他视我为座上宾，对我很是看重。我来之前已告诉过他我的去向，他说若我1个时辰后还未回去，便派人来群芳阁寻我。美人姐姐，你不是想找我治病吗？就你这身体状况，若再不医治，恐怕命不久矣。你现在会时不时头晕目眩，偶尔还会吐血，浑身提不起力气，有时甚至昏迷不醒，头痛起来生不如死，是也不是？我的症状你为何了解得如此详细？难道你在暗中调查我？听说你有个弟弟名为楚天赐，和你关系极好，你也很护着他。傅子义，你若敢伤害我弟弟，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小野猫有个性，我喜欢。只要你肯乖乖为我治病，不加害于我，我自然不会害你和你弟弟。若治疗效果真如传说中那么神奇，我定不会亏待你。若是让我发现
你治疗时用毒害我，我定会让你们生不如死。亏不亏待我不敢奢望，只要你不害我和我的家人就行。笔墨伺候，我为你开药方。这味药方先帮你去除体内的陈年余毒，待你身体恢复一些，我才能为你做下一步治疗，万事不可操之过急。小野猫，今日见到你真开心，留下来陪我喝一杯好不好？你不是想看我跳舞吗？我只跳给你一人看。你的酒有毒，我可喝不起。至于舞蹈，我现在没有心情，就此告辞。你可千万别送了，我还没有瘫痪，自己能走。小野猫脾气还真大呢。紫苑外，楚兄，你终于出来了，他还好吗？你放心，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这就好，这就好，感谢楚兄屈尊为他治病。为兄，这就请你去喝酒。我要吃这里最贵的美食，要看这里最妖娆的舞蹈。好好好，为兄都满足你，都满足你。楚兄，此乃产自西域的玫瑰香葡萄美酒，味道甘甜清香，喝了不易醉倒，你不妨多饮一些。常欢一口气将杯中的葡萄酒喝完。好酒，好酒，味道真是不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楚兄好才情。常欢边欣赏舞蹈，边享受美食美酒，一坛葡萄美酒很快就被他干了个底朝天。美人儿，请问茅厕在何处啊？公子，里面就是茅厕，公子方便玩，记得赶紧回来。明霄，你这个劈腿渣男王八蛋，你怎么还没死？你怎么还没死？大胆！你是哪里来的疯子，竟敢亵渎本王？你认错人了，本王不是什么明霄，而是东方玄霄王爷。快快放开本王，否则本王定饶不了你。你这个畜生，你以为你改个名字我就认不出你来了？你这个狗渣男王八蛋，就算你化成灰我也认得你。我要打死你，我要打死你！你这个疯子，快放开本王，快快放开本王啊！两人从茅厕中一直撕扯着来到主殿的大厅。你这个王八蛋，你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你不喜欢我为何不早说？为何要浪费我的青春？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快叫侍卫，快叫侍卫，赶紧将他给本王剁了！东方玄霄拼命地护着头，还是吃了不少拳头。姐夫，是不是你啊？你不是去茅厕了吗？如何惹到这个疯子了？快去把本王的侍卫叫来，将这个疯子给本王劈死！快！好的，姐夫你等着，我这就去。西门村人迅速叫来5-6个侍卫。姐夫，他是楚长欢，他竟然是女扮男装的楚长欢。姐夫，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楚长欢，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的赤煞嫡女，也就是您曾经退婚的那个傻子未婚妻。据说他治好了东方玄烨的病，被他视为座上宾，叶王待他可好了。这傻子竟然仗着叶王撑腰，还将你揍了一顿，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姐夫，你说怎么办吧？本王今日要让你死！一抹刺眼的刀芒映入常欢的眼帘，脑袋中一片空白。我命休矣！电光火石之间，半空中破风之声炸起。叶王来了！叶王来了！叶王不是瘫痪了吗？竟然大好了！听说啊，他请的神医医术了得，还是楚将军府被逐出家门的傻子。常欢逃过一劫，惊魂未定。王爷，您怎么来了？本王再不来，难道要等着为你收尸吗？王爷，您说哪里话？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收什么尸？不能喝就不要勉强，非要将自己活活灌死吗？这家伙竟然吃了火药了，还是谁惹他不高兴了？啊！刚才可吓死我了，
叶哥你来了，偿还没事就好。东方玄烨，怎么又是你啊？这个疯子刚才无缘无故冒犯本王，将本王打得满脸是血，本王定要将他砍死，方解心头之恨。请你不要多管闲事，赶紧将他交给本王处置，否则本王也不是好惹的。玄霄王爷，对不起，楚兄今日喝醉冒犯王爷，在下代他向您赔礼道歉，说声对不起。沈兰舟，关你什么鸟事儿？本王被他无缘无故殴打，不能就这么算了。哼，楚长欢是吧？你无缘无故殴打本王，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本王都告诉你认错了人，你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对本王施暴。本王不过是嫌你痴傻，退了你的婚，你至于怀恨在心，对本王赶尽杀绝吗？听说你这个傻子私通敌国，乃是敌国派来的奸细，就算本王不杀你，也要将你送去官府查办。对，他就是奸细，小的可以作证，一定要将他送官查办。他没有私通敌国，他不是奸细，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不是奸细，也没有私通敌国，你们需要血口喷人？还有什么退婚，什么怀恨在心？你到底在说什么？你小时候和我姐夫定过娃娃亲，后来我姐夫嫌你痴傻，便和你退了婚。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被退婚丢人吧？哼！东方玄霄，听说你最近和邻国商人走得很近，私下做了不少买卖，不知是否干过私通敌国之事？本王定要好好查查。至于楚长欢，他是本王的人，一直和本王在一起，不可能是奸细。人呢，本王就带走了。本王留些银子给你，你自己去看看大夫，别在这里无理取闹，丢人现眼了。1块10两重的银子随便扔在地上，东方玄烨拦腰抱起长欢，扬长而去。王爷，这么多人看着呢，快放我下去，我自己能走。哼！奈何某人冷哼一声，抱得更紧。王爷，您看上去脸色不大对劲啊，还在生那个什么东方玄霄的气？嗨，这种小人您和他置什么气？今晚要不是您及时赶到，恐怕我就去阎王爷那里喝茶了。还真是巧得很，没想到王爷您也喜欢逛青楼啊。那八卦的小眼神看得东方玄烨气不打一处来。他那是生东方玄霄的气吗？他明明在生他的气呀。很是巧啊，没想到你一个堂堂未出阁的少女也喜欢逛青楼啊，还真是令本王大开眼界。这群芳阁确实不错，装饰豪华，美人成群，歌舞妖娆，曲子优美，服务周到，美酒佳肴，高端大气又上档次，令人流连忘返。难怪你们男人都喜欢逛青楼，果然有其独到之处。看来你还挺有心得的呀，只可惜本王并不喜欢逛青楼。逛青楼并不可耻，比如那个渣男啊，不对，我是认错了人。嘿嘿嘿，那个渣男呢确实令人恶心，竟污蔑我是敌国奸细，既坏又下作，真是气死我了。东方玄烨无语了，难道他真因被东方玄霄退过婚而怀恨在心，所以借酒装疯打击报复？不知为何，他心里涌出一股醋溜溜的味道。这女人倒是了解男人的本性，可惜王爷不是那样的人。只可惜逛青楼太费银子，一碟小食就要数两银子。哎，沈兄想和花魁见一面，一出手就是10万两白银，10万两白银啊！结果呢，他连花魁的面都没有捞着见上，10万两银子白白打了水漂，扔进水里连泡都没有冒上一个，你说气人不气人？青楼乃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禁地，可惜我是穷人，要不是沈兄请我去为他的红颜知己治病，我哪里去得起啊？嗨，他带你去青楼，是为了给他的红颜知己治病？不然呢？你真以为是我自己要去的？我哪知这街上有个什么群芳阁？东方玄烨冰冷的俊脸终于开始融化，然而脸上的肌肉尚未完全放松，对方的话又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等我将来有了钱，一定要好好逛一逛群芳阁。你还别说，那里的美人儿确实挺好看的，环肥燕瘦，妙不可言，令人向往的紧。东方玄烨霸道地搂住她的纤腰，板着脸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以后本王不准你再去青楼。我是你的大夫，又不是你们来的家仆，我想去哪就去哪，你管不着。还有，过几日我就会搬出去，麻烦你把剩下的诊金给我结算一下。我打算买一处带商铺的宅子开医馆，花银子的地方还很多。本王说不许去便不许去，搬出去本王要考虑考虑。凭什么需要你考虑？本小姐想去哪就去哪，不可能一直寄人篱下住在你这里看你脸色吧？你说话怎能出尔反尔啊？你既然觉得住在本王这里是寄人篱下，是在看本王脸色，不然呢？我只是你请来的大夫，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还有，你现在跑得比我还快，内力也恢复得七七八八了，我早就该走了。早点把诊金结算给我，咱俩以后呢，一拍两散，谁也不欠谁的，否则我去官府告你。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两人一前一后从车内窜下来，谁也不理谁。王爷，昭华公主来了，还带来许多面首。她来干什么？替本王回来，就说本王身体不适，不方便。王爷，昭华公主说今日到处流传您昨晚在群芳阁为男宠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之事，还说您昨晚欺负萧王时那么威风，今日不可能没力气见他，所以他会一直赖在厅堂等您。若您不去见他，他就直接闯入您的寝殿来见您，中午再在这里蹭一顿饭。为男宠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这消息怎么传得乱七八糟的？王爷，要不属下去帮您回绝了他？想为东方玄霄出头，就凭你。叶哥哥，你终于好了，我可担心你了。不好好待在你的昭华宫，跑到本王这里丢人现眼吗？本王身体欠佳，恕不接待。一出，送客。公主，请。叶哥哥，你昨晚都去群芳阁寻欢作乐了，身体怎么可能欠佳？我今日来找你，其实是有事相求。本王身体不适已久，没什么能帮你的，没事赶紧走，别在这里啰里吧嗦的，影响本王心情。哎呀，我的叶哥哥，我可是你的妹妹，我们是一家人呀，你怎能如此待我呢？人家平时对你牵肠挂肚，朝思暮想的，你这样待我，人家真要伤心了。东方玄烨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对他的骚话嗤之以鼻。叶哥哥，听母妃说你请的大夫医术很好，据说那人还是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的傻子楚长欢。我最近身体有点不适，能否请他帮我看看？不行，他不懂医术。为什么？他不是让你起死回生恢复如常了吗？我看你现在活蹦乱跳，比之前还有精神，恢复得极好。楚长欢帮你治病之事早就传遍整个长安城，人尽皆知。世人都说他死而复活，性情大变，开了天眼，由傻子成了神医。哎呀，叶哥哥，你把他藏起来是何意？我又不是3岁小孩，你可不能忽悠我啊！他说着盈盈站起身，就要走过去抱着他的手臂撒娇。给本王安分点，否则滚！楚长欢未曾学过医，陪葬夜那晚误打误撞救活本王，并非他医术多么了得，坊间传闻也不可尽信。宫中那么多御医，还不够给你看病的。本王还有事，就不浪费时间了。你想要待多久待多久，告辞。你就是楚将军府的傻子楚长欢，听说是你将叶哥哥治好的。你又没学过医术，能有什么真本事？难道真的死而复活，开了天眼不成？或者根本就是招摇撞骗，欺骗叶哥哥？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本王还有事和他商量。叶哥哥，你这样对我，我好伤心呀！我有点女人私事要问他，你能否回避一下？东方玄烨眯了眯眼，厉声警告：东方昭华，不要使什么幺蛾子，否则本王饶不了你。说完便走到稍远处站定。听闻叶哥哥拿你当座上宾，对你好的不得了，传言果然不虚。哼，本公主看你长得也就一般，听说脑子还有点问题，也并无什么过人之处嘛。叶哥哥怎么会对你另眼相看呢？公主殿下所言极是，长欢不过侥幸救了王爷一命，的确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公主身体不适，还是去看宫里的御医比较好，免得长欢将公主殿下治出个好歹来，担不起那个责任。公主殿下若是没有别的事情，长欢这就告辞。楚长欢，你给本公主站住！本公主命令你立刻站住！公主殿下还有什么吩咐？楚长欢，不要以为有叶哥哥为你撑腰，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本公主地位尊贵，向来受宠，就连父皇也要给我3分薄面，将来还会成为这大荣国的女皇，掌控着天下百姓。就算你懂点医术，那又如何？在本公主眼里，你什么都不是。何况你也被逐出家门，早已不是楚将军府地位尊贵的嫡女，你傲娇个什么劲儿？本公主刚才让你离开了吗？你就敢擅自离开？昭华公主见长欢默然不语，还以为他害怕了。楚长欢，听说你现在不傻了是吧？你知不知道昨日被你打的东方玄霄乃是你曾经的未婚夫？昨晚听他说过了。本公主听东方玄霄说过，因你爷爷和东方玄霄的父王关系极好，你生下来之后便为你俩定了娃娃亲。对了，他比你大5岁，今年恰好20。后来你长大几岁后，不说话也不和人对视，只知自己玩耍，楚家这才知道你竟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再后来东方玄霄气不过，便提出与你退婚，你爷爷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了。哦，楚长欢，你可能不知道此事的后果。你被人退婚后又是个傻子，还被逐出了家门，如今无家可归，无可依仗，恐怕这世上再也没有男人愿意娶你。哪里像本公主，为招驸马便有面首3000，光是想一想都觉得你怪可怜的。3000面首，这么多？楚长欢，你是不是对本公主羡慕嫉妒恨呀？走，本公主带你见见世面。东方昭华，你要将他带往何处？未经本王允许，你不能带他出府。叶哥哥，你放心，我只是带他去殿堂那边，并不出府。东方昭华，本王劝你别整什么幺蛾子，否则本王绝不轻饶。楚长欢，看到了吗？这些都是本公主的面首，她们长得都很好看吧？如何？你羡慕不羡慕啊？见公主殿下。楚长欢，你觉得如何？是不是对本公主羡慕嫉妒恨呢？男人都是贱东西，不能对他们太好，否则就爬到你头顶上做窝了。长欢求救地看向走过来一脸不快的东方玄烨。王爷，赶紧找个理由带我离开这里，求求你了。东方昭华，赶紧滚！你脏了本王府邸。一出，给本王送客，未经本王允许，以后不要把恶心人的东西放进来。说完，一把拉住长欢的手，转身便向府内走去。你们别走啊，本公主还有问题未问完呢。公主，先请回吧，王爷待会儿还要治病，万一触怒了王爷，后果会很严重。王爷，我看您身体恢复得不错，从今日起，您的针灸时间将改为5日一次，
做完7次之后，则改为7日1次，连着针灸7次，然后整个治疗期便彻底结束了。您平日只需喝药调理，不需要再针灸治疗。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极好，我也一直尽心尽力，麻烦您尽快将银子结算给我，帮我搬出去。无论如何，还请您遵守诺言，不要食言才好。东方玄烨定定地看着他，眼底有化不开的柔情，苦笑一声。本王在你的心目中竟如此不堪吗？竟是个食言之人。自你住进王府以来，本王似乎并未苛责过你，为何你如此想要搬离王府呢？是本王哪里做得不够好吗？或者乃是因为本王不许你以后再去群芳阁？长欢不满地哼了一声，未置可否。对不起，本王昨晚态度是有些不好，不过你可知群芳阁的来历？不就是一座青楼吗？可怜女子的卖笑之地，还能有什么来历？很久很久以前，大戎民族和紫阳民族同为紫阳国子民，相处融洽，不分高低贵贱。100多年前，前朝紫阳国国君荒淫无度，凶残暴虐，民不聊生，因而遭到大戎族杀手的刺杀。前朝国君恼羞成怒，下令杀光大戎族百姓。届时，无论是在朝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是大戎族的人，便会惨遭杀虐，手段残忍。前朝国君甚至大戎族的大臣装入笼中砍去4肢，挂在城墙上展览，称之为人质。还将一些大戎大臣剥皮抽筋，挖出心脏让运出监了，赏给紫阳族大臣们下酒。而大戎百姓则沦为紫阳族的奴隶，可以被随意买卖，甚至虐杀，苛捐杂税，苦不堪言。正是那时，身为前朝官员的先祖及楚家先祖揭竿而起，带领大戎族百姓奋起反抗，最终推翻紫阳国，而建立了大戎国。没想到大戎国是这样建立的，这和群芳阁又有什么关系呢？东方玄烨伸出手，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别着急，听本王慢慢道来。虽然前朝皇族被尽数处死，然而前朝皇族还是有几位妃子伺机逃走。盛传前朝末代皇帝有个幼年儿子流落民间逃得一死，此传言不知真假。除此之外，前朝皇族还有许多旁系血脉，人数众多，战乱时期都融入了紫阳族，根本无法分辨。先祖乃是仁慈之人，不想过多杀戮，便将整个紫阳族贬为奴族，并下令在新都长安城建了一座青楼，收纳紫阳国后宫旁系女子。此后群芳阁便慢慢形成了如今的规模。长欢想着东方玄烨讲述的群芳阁之事，不由很是感慨。难怪群芳阁的女子容貌都很美艳，不知傅子衣是否也是前朝皇族后裔？为何他一个男人却要男扮女装跑到青楼？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他突然想起自己刚才只顾听东方玄烨讲故事，而忘了和他结算剩下的银子。唉，果然美男误事，长欢啊长欢，你怎么一见到他就变傻了呢？他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也是时候搬出去搞事业了，毕竟你还有个弟弟和爷爷要养呢。长欢心里正牵挂着楚天赐，没想到他下午就来了。赐儿，这几日为何不来看望姐姐？爷爷身体怎么样了？饿不饿？赶紧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待会儿留下来和姐姐一起用完晚膳，姐姐再送你回去，也顺便回去看看爷爷。爷爷身体还好，已经能下地走路了。姐姐，你什么时候搬出去住？我想和你一起住，我不想住在将军府了。爹爹不喜欢我，总是骂我没用，姨娘也不喜欢我，若雪姐姐和若蝶姐姐都骂我是野种，是从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孩子。姐姐，我不是爹爹和娘生的孩子吗？他们为何骂我是野种？次儿，你是楚将军府的嫡长子，以后是要继承整个楚家家业的，而楚若雪他们以后都是要嫁出去的，他们才是楚将军府的外人，所以不管他们如何说你，你都不要理会，他们不过是嫉妒你罢了。次儿，别人喜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你还有姐姐喜欢你啊！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男儿有志在四方，你的眼界不应该局限于那座小小的楚将军府，而应是整个天下。楚天赐泪汪汪地望着长欢。次儿，姐姐过几日便出去找宅子，
等姐姐买好了宅子，你便搬来和姐姐一起住好不好？好，天赐记住姐姐的话了，天赐一定会好好读书的，等姐姐买宅子。这才对嘛，楚将军府女人多，是非也多，你一个大男人，何必去理会后院那些嚼舌根乱七八糟的破事？好，天赐一定都听姐姐的。楚天赐伸手擦去脸上的泪水，却猛然将小手藏在身后。长欢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小手拉到眼前。赐儿，这是谁打的？是姨娘还是楚若雪姐妹？楚天赐被长欢吓了一跳，眼神躲闪，一脸委屈，却低着头不说话。赐儿，有姐姐为你撑腰，到底是谁欺负了你？你赶紧告诉姐姐，姐姐去帮你讨回公道。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渣爹打的？楚天赐黯然地摇了摇头。难道是姨娘打的？楚天赐继续摇头。赐儿，到底是谁干的？你不说，对方以后还会继续欺负你。要是这一次不解决好这件事，以后对方还要继续欺负你怎么办？难道你要一直受委屈？你愿意，姐姐也不愿意啊。是国子监的夫子打的。国子监的夫子？他叫什么名字？为何打你？他除了打你还会打别人吗？夫子名叫苏思远，为人向来严苛，但不经常体罚人。他除了打过我，并未打过别人。以前打我，乃是因为我和他辩论，他觉得我说的不对，于是打了我好几次。此次打我，乃是因为他用你来举例，诋毁你，说你坏话。我气愤不过顶撞了他，他便再次打了我。赐儿，他不过欺负爷爷病重，渣爹不管你，走高踩低罢了。这是势利小人，枉为人师。别人怕他，我可不怕他。你以前和他辩论的内容是什么？此次他又说了我什么坏话？你一一告诉我，我带你去找他理论。楚天赐讲完，气得小胸脯上下起伏，愤愤不平。姐姐，苏夫子如此辱骂你，我便和他理论，说你并未害过人，以前痴傻也并非你的错。你清醒之后，不过凭着医术为人治病，何错之有？夫子见说不过我，便又将我打了一顿，还说让我回去面壁思过，好好反思，以后再也不能和你往来。这厮为人如此迂腐不堪，心胸狭隘，着实令人厌恶。现在他在何处？我们一起过去找他。他现在应该在国子监整理书本或看书，他一般虚时才会离去。姐姐，我们还是不要去找他理论了好不好呀？我担心你会吃亏，以后我不和他争辩就不会挨打了。赐儿，他明摆着在欺负你，如你当那缩头乌龟，他以后说不定还会变本加厉的欺负你。难道你以后要一直成为别人的笑柄吗？楚天赐难过的摇了摇头，表示不愿意。赐儿，为姐姐带路，现在就去找他。姐姐答应你，不会骂他或者揍他，姐姐只是和他辩论而已。姐姐，你千万不要激动啊！辱骂夫子会被撵出国子监的。放心吧，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不会拿他怎么样的。不是还未用完膳吗？他这么快就送天赐回去？刚才听丁香说，楚大夫并非送楚小公子回家，而是去国子监找苏夫子理论了。听闻苏夫子今日教学时拿楚大夫当反面例子，辱骂他不知廉耻，装神弄鬼，博取您的同情，还撺掇楚小公子与他断绝来往。楚小公子不同意，不但挨了骂，还挨了打，受了些委屈。楚大夫这是要去为他出头呢。苏思远那个迂腐不堪的顽固嘛，4年前科举考试中了2甲第1名，因面见皇上时太过激动，被吓得昏死，后被扔在国子监当夫子。这次平时迂腐不堪，不懂人情世故，4年了还不知悔改，竟敢在学生面前说三道四，搬弄是非，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王爷，听闻苏夫子此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且十分势利眼，我担心楚大夫和楚小公子会吃亏。本王正闲得无聊，跟过去凑个热闹。哦，苏夫子，是不是你的桃花来了？你是谁啊？来这里干什么？国子监是你一个女子能来的地方吗？请问你们2位，哪一位是苏思远苏夫子？美人你好，在下4大家族之一的延国公之子完颜查查，今年18，尚未婚娶，嘿嘿，
见到你真开心。他是苏思远苏夫子。这位姑娘，在下便是苏思远苏夫子，请问你找在下何事？在下并不认识你，你是不是找错人了？苏夫子，我没有找错人，我找的人就是你。听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才华横溢，让我十分感兴趣，因此想来找你辩辩道理，讨论讨论学问，不知你敢不敢应战？这位美人，你要和苏夫子讨论学问？你真要和苏夫子讨论学问啊？不是，你真的要和苏夫子讨论学问？哎，他可是4年前科举考试2甲第1名，你确定你能辩得过他？哼，你一个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竟想和本夫子讨论学问，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赶紧走吧，别在这里自取其辱。本夫子是不会和一个女子讨论学问的，这要是传出去，本夫子岂不是贻笑大方啊？苏夫子，你堂堂国子监夫子，不会是怕了吧？难道4年前科举考试2甲第1名是你花钱买的？你其实并无真才实学。激将法果然有用，苏思远一听，差点没被气死，一张脸黑里透红，指着长欢哆哆嗦嗦。你血口喷人！本夫子自然是凭真才实学考来的功名。哼，本夫子本不欲与你计较，是你自取其辱，休怪本夫子不客气。你想如何讨论学问？4书5经、琴棋书画，你随便出题便是。他看了一眼完颜查查，请完颜王爷在此做个见证，事后将我和他的比试过程和结果公布于众，也让失败的草包出丑，让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和本夫子比，真是不自量力，自取其辱。苏夫子放心，在下早已准备好纸笔，一定会将你们2人比试的过程详细的记录下来，张贴在国子监门口的告示牌上。不过这位姑娘，你可要考虑清楚了，万一你落败了，会不会与你的名节有损，害得你嫁不出去啊？你们放心，我不会赖账的，也希望苏夫子不要赖账。完颜公子，麻烦你一定要将过程记录详细一点，千万不要有所遗漏哦。窗外不远处的树荫下，立着一道挺拔俊逸的身影，勾人的桃花眸深深望着少女清灵的倩影，嘴角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哼，笑话，本夫子光明磊落，怎会赖账？本夫子大人有大量，便先让着你，你出题吧。苏夫子，我也不为难你，我只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何为天下第1等事？原来你是为楚天赐打抱不平来的。你是楚天赐什么人？在下乃是楚天赐的姐姐楚长欢，听他说他曾问过您这个问题，您回答是读书，然后科举高中，而他的回答乃是读书做圣贤之人，却被你责罚。试问他的回答到底哪里有错？恕小女子才疏学浅，能麻烦您为我解惑吗？原来是被逐出家门，臭名昭著的楚家傻子呀！久仰，难怪行为如此离经叛道，不守妇道，真乃女子中的耻辱也。今日你自己送上门来，自取其辱，休怪本夫子对你不客气。至于解释，你且听着。这世上第1等事，自然是读书。科举高中，这世上人人都想好好读书，科举高中，做上高官，做那人上之人。请问，这不是天下第1等事吗？就连3岁幼童都知道，以后要好好读书，做上大官。而楚天赐回答的乃是读书，做圣贤之人。圣贤之人指的乃是有超凡才智之人，可是这世上又有几人是圣贤之人呢？所以他的回答并非正确答案，本夫子的回答才是。
本夫子责罚他，乃是为了他好，并无恶意。苏夫子，若你说天赐回答不对，那么你的回答更是大错特错。本夫子哪里不对？你一个臭名昭著的痴傻女子，难道还有更好的答案不成？本夫子能考进2甲第1名，不是你一个傻子能够理解的。本夫子和你这种人讲道理，如同对牛弹琴般可笑，简直是对本夫子莫大的侮辱。苏夫子，依小女子看，这天下第一等事乃是活着，因为活着才有未来，活着才有明天，活着才有事业，活着才有理想。请问，若是一个人死了，他还能读书做官，做人上之人吗？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百姓就会暴动，甚至改朝换代，所以活着才是这天下第一等大事。我朝先皇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好好活着，大荣国才能长盛不衰。若是百姓吃不饱饭，活不下去，还谈何读书，还如何读书？苏夫子，你说是也不是？你不会狂妄自大，不认可先皇的圣言吧？你一个被逐出家门臭名昭著的傻子，竟敢强词夺理。你先是因为痴傻为玄霄王爷退了婚，死后为玄烨王爷陪葬，死而复活，被楚家逐出家门。你这种人理应悬梁自尽，以谢天下，却偏偏装神弄鬼，欺骗叶王，博取他的同情，真是不知廉耻，不知廉耻。你这种人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不应该一根白绫吊死，自谢天下吗？苏夫子，你辩不过我，便东拉西扯，百般诋毁于我。敢问苏夫子，我退不退婚，为谁陪葬，有没有被逐出家门，会不会装神弄鬼，和我们刚才辩论的内容可有半点关系？本王可以作证，并无半点关系。苏夫子，你堂堂国子监夫子，在课堂上不授业解惑，却百般诋毁一个未曾和你谋面、与你无冤无仇的小女子。请问你夫子的素质呢？你这样做良心不会痛吗？你不安心做学问教授学生，却和那些后院长舌妇般，东家长李家短，搬弄是非，制造流言蜚语，给孩子们传播狗血言论。你这样做哪里是传道解惑？苏夫子，你这样做不是在育人，而是在毁人。请问你是何居心？不会是敌国派的奸细吧？你这个毒妇，竟敢血口喷人！你一个傻子，胡言乱语，不知所云，本夫子不屑和你说话。你给本夫子滚出去！立刻，马上滚出去！否则，休怪本夫子对你不客气。叶王爷，叶王爷，您来的正是时候，您可要为下官做主啊！这个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的傻子，今日竟跑到国子监来撒野，对本夫子百般辱骂，行为粗鄙，举止疯癫，还请王爷您赶紧将这个疯子撵出国子监。王爷，姐姐今日过来，不过是和苏夫子讲道理。我姐姐并未疯癫，也并未辱骂苏夫子，还望王爷明鉴，不要责罚我姐姐。苏思远，你和楚长欢辩论时，本王就在窗外，耳朵还不聋。依本王看来，楚长欢有理有据，说的并无不妥。倒是你这个国子监夫子，辩论不过，便对他百般诋毁，肆意侮辱，甚至还要扑上来动手打人。苏思远，你心胸竟狭隘若此，真是丢我大荣国的颜面啊！本夫子再也不敢了，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既然不敢，那就按照之前约定，将此次辩论过程公布于众。完颜查查，请你将写好的文稿拿给本王看看，本王也来做个公证人。好的嘞。东方玄烨拿起来看了看，大笔一挥，在见证人处加上自己的大名。当日傍晚，关于楚长欢和苏思远辩论的内容便贴在了国子监门口的告示牌上。听旺财说，傻子又去看那个老不死的去了，老东西怎么还没死呢？我可怜的蝶儿呀，被他爹打得几天起不来床，天天睡觉被噩梦惊醒。那个傻子
仗有叶王撑腰，竟然要走了我们30万两银子，30万两银子呀！老爷得多久才能赚回来？害得我们如今节衣缩食，缩手缩脚，本夫人还得靠变卖首饰维持生活。以后雪儿嫁人怎么办呀？连嫁妆都没了。只要一想起那个小贱人，我这心里就恨得几乎炸开，日日寝食难安。这个贱婢，有朝一日落入本夫人手中，定让她生不如死。抢去的财产，本夫人也会让她吐出来。夫人现在怀着身孕，马上要为老爷添丁，你可千万不要生气，以免动了胎气。那个傻子不足为虑，他抢去的财产，咱们以后想办法抢回来便是。奴婢就奇了怪了，为何叶王如此护他？总不能因为歪打正着的帮他放血治好了他的病吧？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呢。娘，我也觉得不合常理。叶王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怎么可能喜欢他？要长相没长相，要才学没才学，如今被爹爹逐出家门，什么都不是，连给叶王提鞋都不配。就是，论长相，大小姐比他强了不知多少倍；论才学，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傻子，根本就不是大小姐的对手。夫人，我觉得不如请王爷去向叶王为大小姐提亲，将大小姐嫁去当叶王妃，大小姐才是叶王的良配嘛。春烟，你休要胡说，我哪里想要嫁给他？咱们楚将军府呀，也只有大小姐才配得上叶王爷。春烟的这个建议，奴婢倒是觉得极有道理。若大小姐成为叶王妃，以后夫人就是叶王的丈母娘，就算叶王见到夫人，也要毕恭毕敬，孝敬有加。如此一来，咱们孙家就有2位姑娘嫁入王府啦。可是一想到傻子还赖在叶王府，我便恶心的想吐。叶王何时才能将他撵出去？哼，你们可知傻子为何会一直赖在叶王府？本夫人猜测，他定是不知耻，自荐枕席，当了叶王的通房丫头。叶王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又尚未娶妃，哪里经得住这个骚货勾引？定是干柴烈火，如胶似漆。你们放心吧，小贱人一没家族撑腰，二没半点才艺，且傻名在外。但凡有点权势的家族，定不会将他娶进家门。叶王未必喜欢他，不过贪图新鲜罢了。长欢几步便跨到孙夫人面前，一手揪住她的头发，一手抡起拳头，对准她那张妆容精致的脸狠狠地挥了上去。你这个贱人，你竟敢打我！你竟敢打我！我和你拼了！孙夫人气得红了眼，张牙舞爪地扑向长欢，哪知长欢身形一错，却让他扑了个空，摔了个狗啃屎。哎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自作孽不可活，恶人有恶报。孙姨娘，你可是自己摔倒的，用不得别人。来人呐，夫人出事了，赶紧去请于神医，快点，快一点呐！你可是我娘怀了弟弟，你竟将他打得流了产，爹爹知道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恶毒的贱人，应该下18层地狱，不得好死，永世不得超生。你怎能如此歹毒？你怎能如此歹毒？楚若雪，你是眼瞎还是装瞎呀？你自己扑上来打我时摔倒的，可怨不得别人。我和你们母女相比，你们才叫恶毒吧。当初苏姨娘将我勒死为叶王陪葬，后来又对我赶尽杀绝，处心积虑的想要气死爷爷。今日竟然公然议论我和叶王是非，诋毁我们清白。你们但凡有半点良知，收敛一些，也不至于遭到如此报应啊！该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的是你们母女几人才是。楚若雪，我再警告你们一次，我这个人呢，睚眦必报，不要再来惹我，挑战我的底线，否则我也不知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你一定是被恶鬼附身了，
你不是人，不是人！旺财带着一群家奴挥舞着棍棒包抄上来。给我抓住他，往死里打！快快打死他！我乃叶王一等侍卫一出，奉命陪楚大夫前来看望楚老将军。我倒要看看，谁敢对他动手，我看你们一个个是活得不耐烦了吧？一出护在他们身后，三人的身影迅速消失在楚将军府的大门口。难怪欢欢回来不高兴，原来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啊！这个孙姨娘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要是本王在场，定会宰了她。唉，欢欢还是太过善良了呀。欢欢，王爷何时连楚大夫的称呼都变了？王爷，楚承运和楚若雪来了，非要见王爷一面，说是要控诉楚长欢的恶行。王爷，您可要为下官做主啊！贱内怀了身孕，在院中散步，并未做错什么，也未招惹楚长欢，他竟发狂，将他殴打至小产。如今贱内奄奄一息，情况危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啊！楚长欢殴打继母，目无尊长，忤逆犯上，其罪可诛啊！今日无论如何，也要请王爷惩罚他，将他送官查办。王爷，当时小女子就在旁边陪着母亲散步，楚长欢突然从后面奔上来，挥起拳头对着母亲就打。待我们反应过来时，母亲已被他打得倒在血泊之中。王爷，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有了这一次，便会有下次，甚至下下次。他时不时的发狂，这让我们以后如何正常生活？楚长欢自从死而复生后，便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殴打他人。王爷留在身边，实乃一大祸害，还请王爷明鉴。欢欢，你来说说，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要害怕，你照实情说便是，本王定会秉公处理，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若有小人想要冤枉陷害你，本王定不会饶过他。王爷明鉴，今日晚上后，我送天赐回去顺便看望爷爷，走出楚将军府时，在花园中遇到了孙姨娘母女，我竟听见孙姨娘公然诋毁侮辱王爷，说王爷与我苟且，言语不堪入耳。我当时气愤不过，便冲上前打了孙姨娘2巴掌。孙姨娘想扑上来打我，却被她自己的裙子绊了一跤，扑倒在地，这才导致小产。我承认我打过她，但是她小产不是我造成的，我又没有碰到她的肚子，是她自己摔到肚子造成小产的。事情经过便是如此，还请王爷为小女子主持公道。你撒谎！我们没有妄议王爷是非，我们议论的是你，是你不顾廉耻勾引王爷，死皮赖脸赖在王府，招摇撞骗蒙蔽王爷，这些都不是王爷的错，而是你的错。王爷何其尊贵优雅，英明神武，怎会要你这等卑劣龌龊的傻子？王爷英明神武，聪锐果断，不过是被你一时蒙骗罢了。